昨天的节目播出之后啊，有观众在下面评论给我留言啊，他说王局您对引入尘烟的批评啊，可能多少有点忽略了中国电影市场的现实。比如说我在节目中间讲到，就是李瑞军导演拍这部电影啊，是他在自己家花墙子村，但是拍摄的场景呢却不在村庄里，而基本上是在村外单独搭建了一个场景，给人感觉拍摄场景被悬置起来了。他说：“你想啊，王局啊，如果要是在村子里拍，那现实性无疑是增加了，但会不会也会增加这个节目这个电影啊上映的难度呢？”我觉得他这个问题挺好的。确实啊，我有的时候会忘掉这一点，因为我啊其实做影视工作这么多年，其实上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跟一般人有点区别。一般人上电影院看电影啊，往往就会从剧情角度来讲就入戏了。但是我们从事影视工作的人，有的时候不自觉的会从结构啊、叙事啊角度去看电影，就像自己职业病一样嘛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往往是从一种理想状态下去评价一个导演的作品，但其实我们忽略了，在中国任何一部电影啊，它能够呈现在观众的面前，它都是导演的自己的艺术创作能力和审看者的审看标准之间的妥协。那么它都不是一个单独的因素决定的。大家都知道，中国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电影审查制度，因为有电影审查制度的国家很少，中国呢就是其一。那么任何导演的这个作品能够进入到观众的视野，都是过五关斩六将，最终才呈现在我们面前。有些这种审看的结果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，因为那就是打补丁保命的。比如说张艺谋的这个1分钟，最后的片尾据说就是补拍了一个光明的结尾，否则他那个结尾如果就是在沙漠里，是吧？这片子通不过，那没办法呀，最后呢只能重拍一下一个结尾，光明的结尾。还你比如说这个我不是药神，对不对？那整个影片控诉了那么长时间这个社会，是吧？然后最终呢要补一个结尾，说这个药现在进医保了，这以后再也不用面临这样的所谓这个要么没命，是吧？要不这个犯法的这样的一种两难的窘境。还你比如说咱们昨天说的引入尘烟的电影，最后不也有一行字幕吗？虽然我没提那字幕不就是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，老四其实从此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，这些都是保命的。因为你其实它跟整个电影的结构一看就是脱节的，但其实也有很多这种审看的因素在电影中间其实就呈现出来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也再花一点时间讲一讲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。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其实在全世界挺独特的。鼻子痒了。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其实在全世界挺独特的。因为早期的时候，电影制片厂都是国营的嘛，所以其实这个国营电影制片厂自己审看，包括上级审看它还没有形成那么完备的这个电影审看制度。当然那个时候其实控制更严了。后来其实是像张艺谋他们这一代导演出现，开始有一些商业运作的片子之后，这个电影审看制度才渐渐的发展起来。国家呢成立了一个电影局，这电影局，中国这电影局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为了审看影片，在影片上映之前进行审看。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央电视台有一个电影频道，对不对？ CCTV6。这 CCTV6虽然挂着中央电视台的台标，但其实不归中央电视台管，它归电影局管。这电影局审看电影它有它一整套的标准最早呢它是独立的，电影局其实跟这个其他的这个部委它是完全是一个独立的部门。后来为了发展就把它并入到广播电视总局里面去了，因为出于这个大致不差的业务范围嘛。因为你想电影电视广播这都属于视听传播，是吧？那面是新闻出版总署嘛，基本都是文字的，对吧？所以就把这几个业务放在了一起，都归广播电视总局来管但是最近几年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，就是把这个电影局从广播电视总局分开了。分开之后重新归哪儿管了呢？把它划归到中宣部管了。大家要知道，中宣部这几年其实权力扩张非常非常大。这个它一个是管了电影，还有一个是文字。我几个月之前我讲过就新闻出版总署其实现在也归中宣部管。虽然还画着新闻出版署这个牌子表面起来看着是国家的一个部门，
但其实新闻出版署现在的直接领导，它就是中宣部，中宣部的下属部门。而现在电影局现在也是中宣部的下属部门，也就是说，一个是视听的一个管理，一个呢是这个文字的管理。当然，包括中央电视台啊，就是现在的广电总局，它其实也归中宣部管的。所以中宣部现在的权力非常非常大啊。当然，现在网信办也是另外一块啊，网信办其实也是归中宣部管的。那就是中宣部这个权力扩张了以后，带来一个什么变化呢？就电影局过去归广电管的时候啊，它其实它考虑的因素啊，不仅仅是个宣传因素，或者说口径管理的因素，它还考虑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电影市场的繁荣和发展，就是业务搞得好了，它其实有这个动力。但是归中宣部管了以后，中宣部在这个方面是完全没有需求的，它这个电影市场是不是发展，跟它没有任何关系。所以他关心的只有一个标准，这个标准就是说什么呢？你别给我犯错误，是吧？你只要犯错误的话，我就会惩罚你。所以这是一个重大变化，就是5、6年前才开始搞的，包括跟这个新闻出版署划归中宣部都是同时在管的。这也是我们国内啊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内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。那中国的电影审查它基本上经历一个什么样的程序呢？我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就比如说你要拍一部电影，你首先要立项，或者也叫备案。那备案的时候，你就需要在这个电影局那个地方提交剧本，提交剧本之后，他就开始审第一步。一般一个电影在上映之前要经历2次审查，第一次审就是这个备案的时候审。那么审这个剧本是由电影局来审，电影局看了你的剧本之后啊，有的当然他就直接批了。但是很多的情况下，他会让其他部门来协查，来协审。所谓协审，就是说比如说你涉及到这电影涉及到重大历史问题的，比如说你要在拍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些事情啊，比如秋收起义啊，涉及到文革的题材啊，涉及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，涉及到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题材，比如说建国大业啊什么之类的啊，孙中山呐这些东西，这都属于重大历史题材。这些重大历史题材要专门交重大历史题材办公室来审，那这是属于控制力最强的一部分啊，就需要控制的，因为这些领域的问题是不允许有丝毫错误的。你想解释孙中山，那不能乱解释的；你想解释老毛，不能乱解释的。秋收起义，对不对？对吧？长征过程中间的一些影片，那不能乱解释。那老毛跟他们那些人搞权力斗争的时候，这些内容那都通通有非常严格的审核过程，对吧？这是一个。所以你看那建国大业、建党大业，最后为什么拍成了皮影戏啊？是不是？因为说白了啊，其实他没有办法，你作为一个有追求的导演是没有办法在这些题材上搞突破的、搞创新的，你知道吧？还有一个就是你涉及到其他部门的，比如说涉及到民族的、宗教的，那就由国家民委来审啊。民委他要审什么？就是你涉及到有民族冲突啊，有民族矛盾呢，是吧？这个宗教也是一样啊。这宗教里头还涉及到一些宗教，你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们在国内拍了一个长篇电视剧啊，这长篇电视剧他们这个就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啊，他这是讲一个中国内地的富二代是吧？到了西双版纳之后呢，他最后被当地的那种宗教所打动，就是那带有佛教色彩的宗教所打动啊，然后就皈依了那宗教啊。然后要下跪磕头啊什么之类的，他就觉得城市喧嚣的生活啊，可能跟那种原始质朴的生活比起来啊，可能这种生活更有意义。这片子送审的时候，领导就说：“你这不对，为什么呢？你怎么能让汉族人被少数民族的宗教所洗脑呢？是不是？这必须得改过来。”那于是呢，就这个片子这些内容就通通都砍掉了，是吧？所以你就看涉及到民族的、宗教的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安题材，都需要这些部门来协审。那么，如果电影局他发一个这个需要有关部门协审，你就得把这样的剧本送给这些部门去审看了。他们的审看啊，也跟这个电影局一样。那么，有的是给你提修改意见，有的就直接毙了。那么，为什么最近几年涉及到公安的题材，大家去看呀，越来越少了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公安这面的审核标准越来越严。就是大量的有关涉及到公安的题材都过不了，所以最终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？导致的就是说我们设景的这些电影题材很多的时候就被架空了，就你看不出时间地点
甚至可能连中国都不是。没办法，明明发生在中国的事情，也不能把它放在中国来拍，因为你放在中国拍的话，这就审不过。这是中国电影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场景啊。那么如果你这些都审过了，那么你剧本过了之后，就会给你发一个拍摄许可证。这个拍摄许可证呢，一般来说是2年。当然，如果你2年没拍完，因为各种原因可以延期啊。那么这是立项了。立项完了之后，你拍摄完了，那第2次审就是你成片之后。成片之后，这些部门还要重走一遍，就是说你从这个如果要协审的话，涉及到公安题材，你要找公安部审；涉及到民族问题，要找民委审，然后电影局来审。这审核的标准主要是什么呢？就他们的审核啊，其实当然也有很多标准了。那当然呢，基本上这个我党啊，就中共啊。他把这个电影其实是当做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，那么也就是说，他贯彻的整个他的意识形态系统中间的那些政治标准，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大名鼎鼎的姜文的电影《鬼子来了》，是吧？大家都知道《鬼子来了》在戛纳电影节获得评审大奖，评审团大奖。当然了，他正是因为他获得了评审团大奖，他回国之后他就被禁了，也就没上，是吧？而且姜文本身因为去违规参评电影，他自己被禁止导演5年，是吧？但是那个电影实际在国内当时在审看过程中还没过，你现在去网上查，你还可以查得到，就是关于《鬼子来了》那电影局啊给这个《鬼子来了》这部电影的那个审看的那些修改意见，是吧？那审看的修改意见里面，你其实就可以读解出来，就我们的电影局在他的审看标准大概是什么样的。比如说，大家都知道《鬼子来了》这部电影啊，它其实姜文在表现这个电影的时候，它基本上是两个主题。第一个主题就是民族性的自我反思，第二个呢，其实就是国耻，是吧？不能忘记，是吧？它其实在这2个题材之间做平衡。这段话不是我自己的原创啊，是那个戴锦华老师讲的啊，我也同意。那么他在讲民族性反思的时候啊，国民性反思的时候，其实是把那些农民塑造成了一些比如说愚昧、麻木、自私、卑怯的这些人，正是在他们那种荒诞的，还有一点点小善良的那种结构之下、行为之下，最终促成了一个悲剧的发生，是吧？我看这电影的时候，我个人觉得啊，姜文这部电影其实受那个日本的那个黑泽明的电影影响非常大，就是七武士嘛。所以你看这个《鬼子来了》的时候，你感觉就像日本的七武士。就我自己感觉啊，非常非常像。我觉得姜文是在向七武士致敬的一部电影，当然它更复杂，因为它加进了当时中日2国这个在入侵的这么一个背景啊。那这部电影在审看的时候，那电影局的审看标准里头，比如说最开始的，电影局对《鬼子来了》这部电影最大的意见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怎么能够把农民中国人，他不是农民呢？把中国人民塑造成了这种麻木愚昧的，见着鬼子来了还歌颂，有的说什么中日亲善，然后呢还鬼子来了也没反抗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日本鬼子，然后你还给他塑造的那种好像是耀武扬威的，是不是？这怎么能行呢？是吧？然后你还表现出这个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一些什么？那按道理来讲，看着都是八路军的事情啊。新四军的事情啊，国民党没这么打呀？为什么你这个影片中间的有些台词给人感觉好像是国民党在抗战，共产党呢？是不是？就总而言之，你看他对照他那些审看意见啊，你发现呢，他基本上他要表现出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那种正确性。这正确性是什么？这正确性就是中国人民是勤劳、善良、勇敢的，日本鬼子都是没人性的。哎。你要知道为什么？其实我们网上有那么多抗日神剧，大家看到了吗？那么多手撕鬼子的抗日神剧啊！说白了，抗日神剧就是我们电影局审看标准的外在化，当然是比较低级的外在化啊。因为电影局要求你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就这样，每一个中国人民都是勤劳、善良、勇敢的，是吧？每一个日本鬼子。其实本身都是贪生怕死的，然后呢，这个是纸老虎，不堪一击的，最终呈现出来的那电影就变成了那个样子了。但是姜文这批导演肯定是对这样一种脸谱化的历史描摹，
他不满意，所以他想用自己的电影作品进行反思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。但这个说白了，跟电影局的审看标准是格格不入的，完全格格不入的。他不允许你用这种自我反思的方式来表达对那段历史的理解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就我原先讲的，对历史的反思其实就是对中共历史叙述逻辑的反思，对中共历史叙事逻辑的解构。一旦这个东西被解构了，政治合法性就不存在了。所以中国的内容创作者啊，尤其是电影导演啊，在这样的一个电影审看制度下，他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。你如果迎合这样一种所谓的电影审查制度，你的电影就出不去；而如果你不迎合，你可能在境外会获奖，但是你的片子没办法上映。那么你片子没办法上映，你就没办法收回投资。那谁会每一部电影给你花几百万、几千万，甚至几亿，让你一个导演就是表达一下自己的立场和艺术创作的这种热情呢？所以呢，你看在中国电影里头，早期你像那个贾樟柯，他的电影成本都不高，他就知道他的电影实际上过不去，他就把这些电影就奔着国际获奖来拍。反正我这个片子我在国内我也不指望国内的票房了，如果在国外能上映，收回这个成本就可以了。然后通过这个国际获奖为自己积累名声，在最终获得国内的电影局的某种认可，是吧？贾樟柯走的就是这条路，是吧？姜文当时实际上拍这个《鬼子来》的时候，他也认为他这部电影注定能获奖。据这个香川照之讲啊，他在北京刚到北京，姜文头一天开机之前，在北京请他们吃饭的时候，就跟他们讲说：“各位啊，好好学法语，我们这部电影一定会到戛纳去，一定会获奖。”所以说，姜文当时拍《鬼子来了》的时候啊，其实他就想清楚了，这部电影很可能在国内就播不了，所以电影局给他那些审看意见，他也没有认真改，是吧？那个电影局网上流传的那个电影局的修改意见里头啊，就提到了，说让你改了你都不改，是吧？那就说明他已经审过几次了，他都没改嘛，对吧？还比如说，你如果要上市的话，你就得打补丁，就像咱们一开始讲的张艺谋的电影啊，还有比这更惨的。比如说严歌苓的2部小说改编的电影，一个是《陆犯焉识》，一个是那个《芳华》，是吧？这2部电影啊，其实跟原作比起来，应该说都变得肤浅了很多。你如果去电影院看电影的话，《陆犯焉识》其实那电影看出来，看到最后啊，其实基本上就变成了一部爱情电影。但其实那个小说你去读解一下，它肯定不是在表达爱情的，是表达那个残酷的时代的。但是最终因为爱情的戏份不得不放大，而那个所谓的那个残酷的那一部分不得不缩减，最后就变成了一部讴歌爱情的电影。芳华也一样，是吧？变成了一部青春记忆，就是在那样一个混乱时代，也有一种青春记忆。为什么？因为表现那个时代残酷性的内容被大大删减了。这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，就是中国的内容创作者所面临的独特的时代限制吧。但不管怎么说啊，其实中国的电影导演，我个人觉得还是一批挺令人尊重的人。因为中国电影百年史里头，在讲到《鬼子来》的时候，曾经讲过一段话，说啊，正是由于有这部电影，那么中国的电影啊，才配得上那个光荣的时代。虽然他们是在跳着镣铐吊舞，但毕竟呢，其实也赢得了国际电影界对中国的尊重。但是啊，《鬼子来了》是2000年上映的，一转眼已经20多年过去了。时过境迁啊，现在电影局的这样一种审看制度啊，这样一种审看标准呢，使得每一个从事这个行业的电影导演都变得无比艰难。虽然我们说跳着镣铐的跳舞啊，有的时候也能跳出精彩的舞姿，当这个镣铐过于沉重的时候，别说跳舞了，我看走路也会气喘吁吁。